Hello，欢迎来到我们第2期 XLab 视频教程。在这里我会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也就是我们的 Algo Trading 这个 product 整个 product 的整个的概览。之后呢，我们也会讲解一下里面的开发须知。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 RX Algo 它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核心的用 Go 写的 Algo Trading 引擎，我们第2部分就是我们用 Swift UI 原生写的 macOS 的 Algo Trading 的前端。在未来如果有需求，我们可能会写原生的 Windows App， 到时候可能是用 WinUI， 也可能用其他的，譬如说 Flutter， 也有可能是用譬如说 React Native。 那就是后话了，我们先从我们现在已有的2个部分开始。首先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把它分成 Engine 和 macOS 2部分。首先 Engine 就如刚才说的，它是底层的核心算法实盘交易的全部的逻辑都在 Engine 这，这是用 Go 写的。之后呢，它会被打包成 XC Framework， 这个 Framework 呢是可以用在譬如说 macOS 上的。如果需要在其他系统上用的话呢，我们可以打包成相应的操作系统所需要的核心框架来在那个系统上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核心的引擎部分共享在不同平台上，实现一些代码共享。同时 Go 语言本身速度非常的快，所以说速度在回测上效率上并不会有太大的打折扣，实测下来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损耗。那么我们先讲讲我们的 Go 引擎部分的核心代码。第一，它有一个就是叫核心的一个叫Strategy API Interface， 这地方用的是 WASM， 也就是Web Assembly， 它是一种新形式的一种可以相当于类似于二进制文件，可以在不同操作系统或甚至在浏览器中使用。用它写出来的一个策略相当于运行在一个沙盒里，也就是说它只能用到你给它 export 出来的 API， 其他的 API 譬如说系统的高危险 API 或者是一些可能有危险的 API， 比如说可以拿到用户的所有的磁盘的那个访问权限的这些 API， 都在这个沙盒中被相当安全的隔离开来了。而我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算法引擎与 Strategy 之间通信走的其实是 gRPC， 也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他们其实是互相在调用 API。gRPC 其实本质上有点像 RESTful API， 但是呢，它的那个所有的 API 的那个接口其实都是用Protobuffer 来定义的。这样子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代码库里面其实是有一块是用 Protobuffer 生成的 Go API， 当你写 strategy 的时候其实是会引用到这行 API， 这也就是直接从我们的 GitHub 的仓库上下来的。讲完了这么多，讲完了这个核心的引擎的部分，那我们再讲讲我们 macOS。macOS 的整个目前设计呢其实是参考了 Xcode 的设计。在你第一次打开 Algo Trading 的 App 的时候，你能看到会创建一个 template， 一个项目。在这里默认我们目前只有 blank， 未来我们会添加一些我们写好的一些项目在这里放，这样子用户呢更好的能快速上手，而不需要像现在一样的是一个完全空白的一个项目。但怎么样子在项目里面增加文件呢？其实很简单，目前是直接在 command line 里面运行 bound create trading strategy 就可以了。什么是 bound 呢？ bound 是一个 Node.js 运行时，它相当于其实 Cloud Code 目前也是用 bound 作为它的那个核心的运行时，它是一个很快的一个方式。如果你电脑上没有装 bound， 你也可以用 npx 或者是 pnpm 或者是 yarn whatever。
创建好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个 example strategy 到 go，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个给出来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strategy， 它里面呢有几个相当于 life cycle methods， 在这条定义可以对你的整个 strategy 做一些配置啊也好，或者是一些logging 也好，都可以在这里做。接下来的最重要的地方就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onMarket Data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它是每一次当有新的 market data 来的时候，它就会被调用，会被我们的主 engine 调用，而里面的所有的逻辑其实就是你来定义。譬如说，你可以在这地方就 log 一些东西，可以判断一些逻辑，甚至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做一些交易。没错，我们这是个 trading application 嘛，你不写交易那为何要用呢？在这里面 strategy 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默认的 API， 这地方其实是跟前端 UI 是紧紧相关联的。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做任何的 log， 在我们的前端页面上是能看到的。在这地方你加任何的 marks， 会直接在我们的前端的那个 trading view 里面直接渲染出来。在这里面你加任何的，你可以直接买卖或者是标记准备去买都可以，在我们的实际的 engine 中它也会被买，会标记成买。在这地方你甚至在每一笔买卖的订单中还可以写上一个 comments， 方便日后的 debug， 而我们的前端也会很好的显示出这段的 comments 为什么会买， marks 也会有相应的 comments。 所以说在你如何判断自己的 strategy 可不可以用的时候呢，请活用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功能。我们的整个 app 呢，最大的特点就是 configurable， 也就是说一个 strategy 它其实是可以变成很多的参数，在你实际的交易中或者是不同的 schema 中进行配置。这一切呢，其实可以去参考我们的 config 这个返回体，在这里面你返回的所有的东西应该是以 JSON schema 为主，它应该是能被解析成一个 JSON schema。 什么是 JSON schema 呢？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的表单，但是用 JSON 来表示，那样的前端就可以根据这些 JSON 很好的渲染出 UI 来，这样子用户在写的时候就可以不需要去实际的去比如说这个要改代码，你可以直接在 UI 里轻轻的调一下滑块，点一下 check mark 之后呢就可以实现了。这个地方呢我也就不去细多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去看看有个叫做 JSON Schema Form 这个 React 的组件，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如何在通过修改一些 JSON Schema 的时候实现整个 UI 的变化。当然呢，如果你是想在我们的 App 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App 顶栏上有 Schema 和那个 Market Data 这两个选项。Schema 可以理解成是你可以定义你的一些策略的逻辑配置，就是进入到一个 schema 里面。当你譬如说你一个 strategy 有不同的 schema， 你想看不同效果的时候，你只要点一下，就能去选择到不同 schema 就行了。在 schema 里面，你可以定义backtest engine， 还有你的 strategy 的一些 configuration。这些 configuration 呢是会影响到这整个的所有的配置的。也就是说，一个 schema 里面不仅可以定义回测引擎里的一些参数，也可以定义整个 strategy 的参数。当然这些东西你可能都不需要碰，我们把这些 API 全部都 expose 出去，你的 agent 会结合我们的那个整个 Algo Trading Scale， 它能非常好的理解整一套系统。当然最好的是它用 API 的时候，你在前端也能看到相应的 UI 的更新，这点是我们方便用户从简化它的配置的过程，让它更专注于自己的策略。好了，那么我们现在是点到左边的侧栏，点下载 download market data， 你就可以开始下载全新的测试数据了。在这里我们目前是现在这版 UI， 未来是很快会变的，你可以选择 Binance 或 Polygon 是为了美股交易，而 Binance 是为了加密货币交易。Binance 目前是免费的数据，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想测试的话呢，我非常建议你用 Binance 数据作为测试源。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到底你要从哪一天的日期开始下载到某一天结束的分钟、分秒、
分时、分小、分日的那个数据，完全取决于你的需要。下载完后呢，你就可以再点右键导入你的 strategy。如果你没有发现可以导入文件，你可以到我们的 example strategy 里面运行 make build， 它就会生成一个到 wasm 的文件。具体的 command 可能会因为你的 make file 里面的那个 command 不同而变化，你详情请以 make file 里面的 command 为主。那么回来导入完 strategy 之后呢，你就可以在 schema 里面点创建新的 schema， 保存之后呢，选择 market data 数据。比如说我这是在回测页面，我就可以选择 market data， 选一个你已有的，我这选第一个。选择好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运行回测了。你可以按键盘上的 command 加 R 键进行运行，也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这个播放按钮。播放按钮按完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回测正在进行跑，所有的跑的速度根据你的 strategy 速度，根据你的 strategy 的复杂程度而不同。现在呢，你已经把回测运行完了，你点一下 result 就能看到你的运行的回测的结果。它是会在点开后呢，你能在 traits 和 logs 和 marks 里面看到所有你 strategy 里写出来的内容。中呢，你点完后，它会跳转到左边的图表会跳转的相应的那个时间，你也能在 UI 上轻松的看到这些 marks。如果你还想去对里面的，譬如说 PNL， 每一笔交易的 PNL， 甚至是可以看到你的整个回测的数据，这样的是很好的方便你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可以提高你的整体的胜率。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你的左侧栏找到你的 strategy， 你也能看到所有的回测数据，所有这个策略的回测数据，方便你去看不同策略之间的那个影响的 PNL 的影响结果。那么如果你想做 live trading 的话呢，你可以现在点上左上角的 tab， 选择到 live trading。在 live trading 里面，其实页面基本上是和我们的 backtest 是一样的，有一点不同就是右上角的那个 market data 已经变成了 data provider。在这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 data provider 是分 market data provider 和 trading provider 这两个。也就是说 market data 你是可以选择不同家的 market data， 而 trading provider 呢是你的最终的保护管的你的钱的那个账号。也就是说你的钱放在哪里，它就只能选那个 trading provider， 但 market 你可以选不同家的。好了，选好 market data provider 的时候呢，你可以回到我们的 schema 里面有一个 live trading section， 我们刚才没讲，但这个 live trading section 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 prefetch。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简单讲一下。假设是你想 live trading 是从此刻开始 trading， 那么假设你的策略是譬如说我要过去50个 bars 的 MA， 但是你现在是从0，也就是说你只能等50个 bar。 那我假设我就想从 minute 0开始进行 trading， 怎么办呢？你就可以 prefetch， 你可以把之前的一些数据 fetch 过来，这样你的算法，你的整个策略的数据起始点其实是从当下按下开始前的这段时间 prefetch 的 interval 来开始的。当然这个 prefetch 是需要一点时间下载的，取决你要 prefetch 多少天，它的那个等待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请大家知道。进行 trading 后呢，你可以发现整个页面其实跟 backtest 基本一样。我们想保证的就是在你 backtest 的时候用到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在 live trading 里面就是基本上不会怎么改变的使用，这一点就是叫做流程一致性，相信大家这样子不会乱。当然有些像如果用户看到右上角有一个钱包的按钮，这个钱包按钮呢其实就是可以显示你的一些资产，在未来我们的所有的那个交易都会在右边的这个钱包里实时展示出来，而它里面不仅会显示你的资产，还会以后作为一个通知渠道。就是我们这个软件有3种交易方式，第一种呢是纯手动交易，第二种是半手动交易，第三种是纯自动交易。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第一种吧，就是当你用你的 strategy， 它去觉得现在该交易的时候呢，它并不会自动去下单，它会发一个通知到你的手机上，或者是到你的电脑上，告诉你现在该下单了。第二种呢是半自动交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的券商账号绑过来，我们在你需要下单的时候呢，会发个 confirm 的通知。
最后一种是全自动，就是什么呢？你现在把整个让策略要说我要买了，它自动就买，它不会提醒你，它只会不会让你去手动确认，但是它会提醒你说他买了多少，在他下完单后，这样子的话呢，速度最快。但同时呢，因为我们也去了解过用户可能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做了3个不同的下单方式。就在左边呢，你也是可以相当 result 像 backtest result 一样的看到不同的 trading section 的记录，而一个已经完成的 trading section 你是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些，比如说回测的数据啊，那个叫做实盘交易的数据 logs 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跟 backtest 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不懂的话，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想要知道更多我们整个软件的开发部分呢，也请留言。我会尽快的拍出下一期视频来给大家来讲解什么是大家想要知道的内容。那么谢谢大家。